相信很多人都怀疑过藏獒的战斗力，那么一獒到底能不能战三郎？今天黑图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犬类中的10位佼佼者，中国藏獒到底能不能荣获世界犬种之王的称号？咱们先来看看世界上的10大猛犬，个个凶悍无比。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的是怪异杀手牛头梗，英国的品种，长相特别的面熟，身高可以达到60厘米，体重60多斤。虽然个头不大，长得还比较憨厚，看起来像一只非常乖巧的宠物狗，但是从里到外呈现出来的全是假象。这家伙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咬死一只德国黑背，战斗力特别强悍，也是属于斗犬中的一类，性情暴躁，具有强烈的争斗性，对待其他犬类从不服气。但是他对待人类却特别的友善，特别是儿童，但是也不要太过于相信他，对于陌生的牛头梗一定要保持距离。第9名，西班牙的加纳利犬，这种犬被很多国家列为咬死人最多的犬种，被很多国家禁止饲养，它是属于高冷型的，一般不喜欢与别的犬类相处，体重一般在100斤左右，身高60多厘米，肌肉发达，四肢强壮，战斗力强悍。遇到它尽量的离它远一点，因为它是咬人致死最多的犬，也有人称它为杀手犬。排名第8的就是中亚牧羊犬，它有着藏獒的血统，属于獒犬，主要就是帮草原上的牧民放羊。神奇的是，它的身上好像自带着一种让其他动物畏惧的气势，传说它用眼神就可以指挥羊群，甚至震慑其他动物，对其他犬类有很强的支配欲，有种武林高手的感觉。它的警戒性很强，比较独立，具有攻击性，当年蒙古人远征欧洲大陆时，中亚犬也会一同前往，毕竟是属于獒犬，还是具备一定的战斗能力的。这家伙除了在人类面前像个小弟，走出去到哪儿都有种大哥的风范，特别是眼神。第7名，阿根廷的杜高，它是一种大型的狩猎犬，一个阿根廷的培育者安东尼奥·瑞斯马丁为了狩猎美洲豹和美洲狮，培育成了该品种。这种犬强壮有力，耐性极强，是一名出色的猎手。它是人类为了捕猎野猪和其他大型动物专门饲养的。正宗的阿根廷杜高经常会面临比自己更凶猛的动物，有时是野猪，有时是猎豹。它们善于配合，面对强大的对手也毫无畏惧。在南美洲初期，野猪跟美洲豹经常闯入人类领地袭击家禽，人们为了驱赶美洲豹和野猪，就培育出了杜高，协助人类一起驱赶野兽。经过人类的训练，杜高具有非常强大的战斗力，据说单独就可以捕杀野猪。成群的杜高甚至可以猎杀体型较小的熊。要知道，一般的犬类见到兽类早就吓得腿软了，但是杜高不一样，它们是很优秀的猎犬，被称为人类庄园的守卫者。第6名，法国獒犬波尔多，它的力气非常的大，长着一个巨大沉重的脑袋，它的头可能是世界上所有犬类中最大的一个，是一种工作犬。最初在法国用于狩猎野猪和熊，曾用于斗兽。它的前身是法国古老的犬种艾伦犬的后代，巨大的头部赋予它强大的咬合力，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放牛，在战争年代也被编入军队执行军犬任务。它天生就带有战斗性，放牛的时候也时刻准备着与野兽搏斗，只会忠诚于他们的主人，生人一旦靠近会非常的危险。只不过后来被人类驯化的进入看家护院的行业中，慢慢的也就失去了最初的野性，不同的生存环境使它凶狠的一面渐渐的被压制下去，不过它的基因里依然保存着凶狠的一面。排名第5，带刀护卫巴西菲勒，它是一种体型较大的犬类，身高一般不会低于75厘米，体重都在100斤以上，非常强壮有力。带刀护卫的称号也并不是浪得虚名。1500年，葡萄牙殖民者进入巴西后，就把菲勒犬的祖先也带到了巴西，在这里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监督葡萄牙人统治的黑奴工作和震慑当地人。在那个年代，菲勒犬一度成为了黑奴们的噩梦。西班牙殖民地的主人为了防止黑奴逃跑，就会在黑奴身上抹上刺激菲勒犬的东西。狗对这个味道特别的敏感，一旦黑奴逃跑，都不用农场主去追，菲勒犬就会顺着味道追踪上逃跑的黑奴，并且会对黑奴进行很残忍的撕咬。很多黑奴不敢逃跑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为非常惧怕菲勒犬。这些狗就像监狱看守一样，监视着黑奴们的一举一动。后来因为菲勒犬残忍的攻击性，决定禁止饲养。第4名，被多国列为禁犬的日本斗犬土佐，这种狗身高最大可以达到80厘米，体型巨大，体重可以达到120斤往上，咬合力大约可以达到200斤往上，一般不喜欢吼叫，
属于比较安静的品种。它在攻击对方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狗会去吼叫威胁对方，它会悄无声息的直接上来就咬。这种狗被日本人训的意志力特别坚强，以勇敢和镇静闻名。在日本，它属于国宝，因为它的斗志顽强，被视作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化身。土佐犬的寿命一般在10年到12年左右，最高纪录可以活到18年。它的攻击力也是相当的强悍。同样，养这种狗也特别的危险，曾经发生过主人在遛狗的时候被土佐猛拉跌倒，躺在地上的主人就被自己养的土佐咬死的事件。在英国、法国、德国还有中国的台湾，这种狗一度被列为危险犬种，在中国香港被列为4大禁犬，一般没人敢养这种狗。狗对主人都会特别的忠诚，当然土佐也不例外。但是出现过多起土佐咬死主人的事件，这也就不得不让人对这种狗有所防备了。饲养这种狗的人一般都是日本的黑社会成员或者商界的大老板，普通百姓一般没人养这种狗，因为这种狗的脾气让人捉摸不透，一旦发起疯来，很有可能造成伤亡，属于那种一声不吭就能把人送走的那种，特别危险。位列第3的是竞犬3大巨头之一，意大利纽波利顿，它和比特犬、土佐并列为世界3大攻击犬。土佐是日本黑社会的最爱，纽波利顿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最爱。这种狗凶猛起来会咬死人，在很多地方都被禁止饲养。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狗仗人势，但是这句话用在它身上恰恰反了过来。早些年人类牵着它们出门，会给自己带来极度的满足感，因为它凶猛的外表会给陌生人一种压迫感。如果不是自己亲手养大的，一般谁见到都会害怕这种狗。不单是外表凶猛，它也同样有着杀人犬的称号。纽波利顿一旦攻击对方就是不死不休，并且会吃掉被它猎杀的动物，在所有的犬类中被视为最残忍的杀手。他们的性格与意大利黑手党不相上下，毕竟物以类聚，凶残程度可想而知。排名第2的就是高加索。说到高加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犬类，体重可以达到160斤往上，身高可达85厘米，整个外表看起来特别的威猛。它们最初被当作畜生的保护神，有高加索在身边，一般的狼群就不敢轻易的靠近。虽然它干不过狼，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2战期间，德国为了避免西柏林的人偷渡到东柏林，就曾派高加索这种猛犬守卫柏林墙。偷渡者费尽千辛万苦爬到东柏林，一旦遇到高加索，就会被袭击撕咬。有了高加索的出现，致使偷渡者不敢再继续偷渡，慢慢的就被当作边境巡逻犬了。排名第1的就是猛犬的霸主中国藏獒。相信有不少人怀疑过藏獒的战斗力，特别喜欢拿它跟狼来做对比。之前还有过一獒战3狼的说法。那么藏獒战斗力到底如何？到底能不能干过狼？咱们来深入的扒一扒。藏獒体型较大，力大勇猛，对主人绝对的忠诚。藏獒的身长约120厘米，肩高最大的可以达到75厘米，体重150斤往上。整体来看，在犬类里体型算是很大的了。它们的咬合力大约为160多斤，比起狼的咬合力，那藏獒是不占优势的。至于藏獒跟狼打谁能赢，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回答。藏獒的凶猛程度毋庸置疑，虽然很多藏獒被人类圈养，但还可以看得出藏獒身上那种霸道和野性。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凶猛的动物一旦被人类圈养起来，多多少少都会丧失一些战斗力，更何况藏獒属于犬类，更容易被人类驯服。反过来狼就不一样了，狼这个东西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字儿，狠。单看长相就知道不是什么善类，再加上狼属于野生动物，不受人类的干扰，从小就在野外跟着狼群捕食猎物，时间久了各项战斗力比藏獒强是很正常的。藏獒就不一样了，它们多数都是吃人类喂食的食物，牙齿跟咬合力相比狼来说肯定不如狼，但是两者如果真的放在一块1对1的单挑，藏獒并不是没有胜算，因为它的体型跟狼不相上下，凶猛程度也不次于狼。如果一只纯种藏獒从小就开始接受跟狼一样的生活方式，我感觉藏獒要比狼的战斗力稍微强悍一点。古时候的一獒战3狼的说法，我认为并非空穴来风，一獒战3狼也要看是跟什么狼打。狼也分好多种，如果是北美的灰狼，那藏獒肯定是没有胜算的。单是体型这一项，藏獒就已经被碾压。如果是跟体型较小的狼打，藏獒还是有胜算的，毕竟武松也打过老虎，是吧？第0名，美国比特犬。比特犬能站在这个位置，其实跟咱们上面那期陆地上最强悍的动物到底是谁里面的蜜獾性质差不多。其实比比特犬凶猛的犬还有很多。比特犬被认为是犬类战斗力最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职业的格斗选手。这家伙你说它战斗力强悍，它也算不上太强悍，
说它不强悍，人家凶猛的却让人害怕。主要原因就是这种狗被咬伤后，它不知道疼痛，身上自带着一种特殊技能，不怕疼，但是打斗过后它也会疼，只不过在战斗时被咬伤，人家是没有感觉的，从来不会因为打斗过程中受不了疼痛而认怂。这一点对比其他的狗，比特犬占据了极高的优势，凭着不怕疼一度登上了犬界战斗力排行第1名。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领导支持，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战斗力最强悍的豹子吗？你老虎却忽略了世界上第3大猫科动物豹子。由于狮虎的战斗力过于出色，才导致位列第3名的豹子经常被忽略。其实抛开体型优势，豹子的战斗力一点都不逊色于狮虎。今天黑图找出了世界上战斗力最强悍的10种豹子，其中有些豹子的品种非常罕见，地球上90%的人这一生可能都不能亲眼看到它们。大家好，我是黑图，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图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云豹。云豹是豹亚科体型最小的，它的体力非常强悍，特别是云豹的犬齿。云豹的犬齿是所有猫科动物中长度比例排名第1的，它的犬齿非常锋利，而且含有明显的血槽，看上去与已经灭绝的剑齿虎有些相似。也正是因为如此，也有人将它们称为小剑齿虎。云豹的栖息地也特别的广，它们主要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在我们国家秦岭以南都有。好，排名第9，斯里兰卡豹。它是豹下属中体型最小的。与云豹不同的是，云豹虽然比它还小，但是云豹是云豹属，而斯里兰卡豹属于豹属。斯里兰卡豹的体型也就比云豹稍微大那么一点，它的体长 1.2 米，体重可达100斤以上。斯里兰卡豹的栖息环境比较广，从平原到海拔3600米的高山都有分布，主要活动在山地森林、荒漠草原。它们通常都是夜间活动，直到天亮之后才会巢穴休息。它虽然是豹属中体型最小的一个，但是丝毫不会影响到它凶猛的性情。斯里兰卡豹的猎物主要是以山羊、狍子、鹿、野兔跟猴子为食，有时候也会去猎杀水牛，不过多数情况下它都会遭到水牛的虐待。毕竟体型不大，想要成功猎杀水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好，排名第8，猎豹。猎豹想必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了，它是陆生动物奔跑速度最快的，同样它可能也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反正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奔跑速度能超过猎豹的动物存在。成年猎豹的体长最大可达 1.5 米，体重100斤以上，肩高更是将近1米，高速奔跑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捕获到猎物后，猎豹需要数十分钟的时间来恢复体力。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有其他的掠食者前来抢食，猎豹多数情况下只能将猎物拱手让人，因为此时它的体力不足，没有足够的战斗力与其他掠食者抗衡。如果不乖乖的把猎物让出去，自己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还有就是猎豹的尖爪是比较钝的，不像其他猫科动物那样尖锐，这是因为它每次高速奔跑的时候，需要利用爪子牢牢地抠紧地面，为身体提供牵引力，防止打滑。久而久之，原本该是尖锐的利爪，经过长期的磨损，渐渐的就失去了原有的杀伤力。也就是说，猎豹的战斗力对比其他的豹子并不是那么出色。不过还请各位领导放心，即便猎豹的战斗力再不行，秒杀我们人类那也是分分钟的事。好，排名第7，黑豹。黑豹又称墨豹，在中国古代人们称它为玄豹。黑豹其实并不是独立的物种，它们是一种基因变异繁衍出的一种黑化的豹子。这种豹子极其罕见，大多数都分布在马来西亚南部的热带雨林中。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还有缅甸跟泰国，有时也会出现它们的身影。黑豹的体型中等，体长1米以上，体重达110斤以上。据动物学家分析，这种黑化的豹子捕猎成功率要比普通的斑点豹子更高，特别是夜间，它们大多数都选择在夜间捕猎。黑色的皮毛在夜晚就像是穿了一身夜行衣一样，能够让黑豹更好地隐藏自己。它们非常沉稳且谨慎，在夜晚它们悄悄地穿梭在茂密的丛林中寻找猎物。猎物一旦靠近它们，黑豹就会迅速冲上去，利用前爪抓住猎物，然后用它有力的下颚死死地咬住猎物的脖子，从而杀死猎物，非常的凶猛。好，排名第6，雪豹。毋庸置疑，雪豹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一个物种。它强悍的战斗力一度登上了雪山之王的称号。雪豹的体长 1.3 米，体重可达110斤以上。它们活动在高原地区，一般都栖息在海拔1000到6000米的高山上。海拔高度随着季节的不同，雪豹的栖息地也在随时变换。雪豹是一个孤独的猎手，它们通常都是独自行动。由于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可供雪豹选择的猎物并不是太丰富，
它们通常都是靠猎杀岩羊、兔子跟鼠类为食，有时候食物短缺，雪豹找不到可猎杀的猎物，就会跑到山下猎杀人类饲养的家禽。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吃的食物，它们有时候也会选择吃植物。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它吃植物就忽略掉了它的战斗力。在网上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雪豹的视频，看上去它们温顺可爱，好像对人类很友好，但是真正的野生雪豹是非常凶猛的。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它们的危险程度。要知道，雪豹的生存环境是非常荒凉的，动植物稀缺，贫瘠的环境下的动物通常都是具有攻击性的，因为它们如果性格温顺，就根本无法在那种环境下生存下去。好，排名第5，远东豹。远东豹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东北豹。大多数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东北虎的身上，却忽略了北方严寒地区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东北豹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但是它还有一个响遍大江南北的名字，就是我们中国俗称的豹子。你可能不知道，东北豹现在已经成为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了。由于早期人类的偷猎，导致东北豹的数量急速减少。据统计，世界上东北豹的数量可能仅在100只以内，并且只分布于中国和俄罗斯，属于极度濒危的物种，非常的稀缺。东北豹的体长将近 1.5 米，尾长1米左右，体重最高可达150斤以上。东北豹性情异常的凶猛，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们一般也是在夜晚活动，主要靠捕食野猪、驯鹿、狍子这些大型猎物。东北豹的力量还特别的惊人，体格子相当优秀，它可以把一只比自己体重大1半的猎物抓到树上去。因为每次它们吃不完的猎物，就会将剩下的食物吐到树上，悬挂在树杈或树枝上。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拖延了食物的变质时间，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被其他的动物吃掉。如果身在野外，有幸碰到了远东豹，先不要过于沮丧，因为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极少数能够亲眼见到它们的人。当然，想要跟它们零距离接触，可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好，排名第4，花豹。花豹的种类有很多，其中就包括排名第5的远东豹。远东豹也是属于花豹的一种。我们经常提到的花豹，主要就是以非洲的花豹为主。非洲花豹的头体长度可达 1.8 米，体重将近200斤。它们的栖息地也特别广泛，从山地森林到草原甚至沙漠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最具代表性的花豹可能就是非洲豹了，它们的适应能力极强，战斗力也非常的出色。在非洲至少有90多种动物都是花豹的猎物。花豹的饮食非常广泛，从小型猎物到比它体型大2倍甚至3倍的动物都有可能成为花豹的食物。花豹的捕猎手段比较独特，它们不像猎豹那样猛不过1分钟，而花豹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等到猎物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可以短时间内迅速爆发出很快的速度，将猎物扑倒在地，后期爆发力特别强。在非洲，除了狮子跟猎狗，花豹几乎没有天敌。好，排名第3，波斯豹。波斯豹也叫高加索豹，它是众多豹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个。波斯豹的体长可达 2.4 米，体重超过了200斤。它们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加索、土耳其跟阿富汗等地区。它的食物与其他豹类差不多，都是以一些羚羊和黄山羊为主，偶尔也会攻击牲畜与人类，性情异常凶猛。最突出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极强，波斯豹一跃可达6米高，水平向前可达12米远。当然，它的战斗力也非常强悍。身为豹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个，除了美洲豹，可能就属波斯豹最凶猛。好，排名第2，黑美洲豹。黑美洲豹与咱们上面说的黑豹不同，它要比上面的黑豹强悍得多。黑美洲豹是美洲豹的一个变种，它其实就是美洲豹。这个家伙的自身属性与美洲豹一样，攻击力与咬合力也是异常强悍。从外表看上去，黑色的美洲豹要比普通美洲豹要凶猛得多。之所以把它列为第2，是因为它的罕见程度。黑美洲豹的数量仅占美洲豹种群的 6%， 非常的稀缺。在美国，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这种罕见的黑豹，制定了很严厉的规定，一旦涉及到黑豹的皮毛，不管是不是猎杀，都会遭到罚款，最高可达10万美元，严重的可能导致监禁。好，排名第1，捷豹。捷豹就是美洲豹，也叫美洲虎。毋庸置疑，它是现存第3大猫科动物，也是咬合力最强的猫科动物。美洲豹的体重可达300斤，体长 1.8 米，咬合力高达1100多斤。美洲豹除了身上的花纹像豹子，它的体型与性格更接近于老虎。这个家伙脸宽头大，肌肉丰满，身体肥厚，抛开身上的花色，更像是一只老虎。也就是因此，西方人才称它为美洲虎。美洲豹活动在处处充满危机的亚马逊热带雨林，这里的丛林法则非常残酷，稍有不慎就会丧命。美洲豹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无疑是靠它强悍的战斗力。
它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猎杀鳄鱼的豹子，有时它们甚至能够猎杀体型庞大的森蚺，像一些野猪跟鹿类更不在话下，拥有高达1000多斤的咬合力。即便是体型较大的猎物，美洲豹也可以直接一口咬断猎物的颈椎，短时间内就能够让大型猎物失去反抗能力，非常强悍。在美洲豹活动的范围内，它属于顶尖掠食者，几乎没有天敌。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知道猫的战斗力有多强吗？你见过世界上最凶残的猫吗？猫作为家庭宠物，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它都是可爱的。可是你知道吗？猫其实并没有被人类完全驯化，它与其他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不一样，比如说牛、羊、狗都是相对比较依赖人类的驯化动物，但是猫不一样。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常见的家猫，其实还有很多凶猛残暴的野猫，它们活动在地球上各种极端的环境里，战斗力非常强悍。今天黑兔找出了世界上最凶狠的10种猫，这些猫咪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不能亲眼看到它们。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缅因猫。缅因猫有着霸气侧漏的外表，非常帅气。这个家伙属于一种体型较大的猫，它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更是高达20斤。这个家伙虽然看上去比较凶猛，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品种。很多人称它为温柔的巨人，之所以把它列为第10，是因为这个看上去非常凶狠的大家伙并不是野生状态，它们大多数都是被人类饲养，属于宠物猫，攻击性不强，对人类还是很友好的。这种大型猫咪的特点，除了长得比较帅，它还能够适应极端寒冷的气候。在多数猫咪的种类中，缅因猫的智商是比较高的，它们相比其他的猫要更容易训练。通俗点理解，就是这种猫能够清楚地知道人类想要让它做什么，非常的聪明。正宗纯种的缅因猫大部分都在美国的缅因州，除了这里，世界上其他地方很少可以见到纯种的缅因猫。好，排名第9，兔狲。很多人都将兔狲列为世界上最凶残的猫，不难看出，这个家伙从外表来看确实够凶残，给人一种时刻准备要发起攻击的感觉。兔狲的体型并不大，它与家猫的体型差不多，体长也就在60厘米左右。只不过配上一身又密又长的皮毛，才显得兔狲非常的粗壮。一身厚厚的皮毛使兔狲可以适应地球上很多极端寒冷贫瘠的环境。它们一般都活动在人烟稀少的沙漠、荒漠、草原，大多数都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人类可以遇到它们的机会非常的小。它的体型虽然看上去不大，但是兔狲的性格却非常的凶猛。要知道，它是生活在高原荒漠地区的，在这种比较荒凉的环境下，动物们的食物是比较短缺的。因此能够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比较凶猛的，弱肉强食，如果自己不够凶残，那就要饿肚子，甚至成为别人的食物。兔狲作为这种环境下的产物，自然也是相当的凶悍。它的主要捕食对象就是鼠类、兔类跟一些爬行动物，有时也会找一只蛇玩一玩。对了，还有就是旱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土拨鼠。土拨鼠最害怕的就是兔狲，因为土拨鼠的洞穴经常被兔狲霸占，有时候土拨鼠一回家就直接成为了兔狲的食物。好，排名第8，豹猫。这里黑土先解释一下，黑土说的这个豹猫并不是孟加拉豹猫，虽然两者外表看上去有些相似，但是孟加拉豹猫是宠物猫，我们今天要说的豹猫就是我们中国俗称的山猫、野猫，也有的地方叫狸猫。它的体型与家猫相似，可能个别的要稍微比家猫大一点，但是它的战斗力可不是普通的家猫可以比拟的。豹猫的头体长可达60厘米以上，体重7斤左右。主要分布于亚洲，它们的栖息地特别的广，从山地、树林、农村、野外都是它们的活动范围。豹猫虽然在体型上与家猫差不多，但是它的攻击力轻松的碾压家猫。这个家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晚上出门捕猎，白天它们会躲藏在树洞、土洞甚至石缝里。如果运气好的话，在深山老林里，白天也是有可能遇到豹猫的。它们是肉食性动物，主要以各种小型猎物为食，主要就是老鼠、鸟类、兔子、鱼，还有蜥蜴跟蛇。有时候它们也会潜入到人类的活动范围，捕杀人类饲养的家禽。豹猫一旦进入到人类的活动范围后，人类养的家猫一般情况下是不敢出去招惹豹猫的。豹猫的咬合力跟野性都要甩家猫好几条街，更何况豹猫的犬齿较长，而且很发达，一口咬下去更深更致命。这些都是家猫不具备的。还有就是千万不要想着它体型不大，想尝试养一只这样的猫，很多地方都是禁止养这种猫的。它不但不易被驯化，而且性格还特别的凶猛，很容易伤人。好，排名第7，叟猫。它是原产于非洲的一种中型猫，外表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型的猎豹，
叟猫的体型中等，肩高60厘米以上，体重可达30斤以上，头体长也将近1米。这种体型修长的猫跳跃能力特别强，它轻松一跃就可以跳到2米多高，水平向前可以跳3.5米远，弹跳力非常的惊人。高超的跳跃能力让叟猫成为了一个合格的高效猎手。叟猫在捕杀猎物的时候会先慢慢的跟踪，找准机会后会猛扑向猎物，利用自己强劲有力的前爪对猎物进行打击，然后再用猫科动物惯用的锁喉技能死死地咬住猎物的脖子，直到猎物失去反抗能力，然后将其吃掉。特别是蛇，叟猫的猎蛇手段也是非常的高超。在非洲，叟猫是为数不多的一种仅次于蜜獾的猎蛇高手。除了蛇，它有时也会猎杀比自己体型大的动物，例如羚羊，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以一些青蛙、蜥蜴、野兔为食。好，排名第6，短尾猫。短尾猫并不单指尾巴较短的猫，短尾猫而是北美的一种山猫，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小型猫科动物，它可不是性格温顺的家猫。这个家伙的四肢强劲有力，攻击力非常的强悍。短尾猫的体长最大可达 1.2 米，肩高将近60厘米，体重最高可达50斤以上。在野外，虽然它的体型并不算太大，但是这个家伙的捕猎手段非常的强悍，它甚至可以猎杀比它体型大4倍以上的动物，比如鹿跟叉角羚。不过一般情况下，它们不会选择这种大型猎物，主要还是以啮齿类动物为食，最多的就是兔子、松鼠，还有鸟类、鱼类，这些都是北美山猫的主要捕食对象。前提是这些小型猎物充足的情况下，如果进入冬季，小型猎物稀缺，短尾猫就会选择体型较大的猎物，它们会靠近人类的活动范围，猎杀猪、绵羊和山羊。据统计，美国在2004年有1万多头绵羊被短尾猫猎杀，有时它们甚至会攻击人类，特别的危险。好，排名第5，虎猫。单听名字就能感觉这个家伙不好惹。虎猫与豹猫特别的像，不过两者是不一样的。虎猫的体型要大于豹猫，并且虎猫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而豹猫则生活在花豹众多的亚洲。虎猫属于一种体型偏大的一种猫，体长可达1米，体重也超过了30斤。虎猫共有10个亚种，各个亚种之间的区别在于属地不同，皮毛颜色跟体型大小都有所差别。其中美洲豹猫也是虎猫的一种。虎猫活动在危机四伏的热带雨林中，与其他猫不同的是，虎猫具有较强的领地性，它的视觉十分灵敏，特别是夜晚，它的夜视能力非常的强。一只雄性虎猫的领地范围大约在40多公里左右，它们也是通过尿液来标记自己的领地。一旦有其他掠食者闯入到虎猫的领地范围内，虎猫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攻击性非常的强，甚至可以用残忍来形容，因为它们在保卫自己领地的时候非常的坚定，一旦开打，甚至能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的体型与老虎一样大，那么它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这个家伙也是晚上出来寻找食物，它的食物主要也是以乌龟、蛇、啮齿类动物为食。与其他种类不同的是，它有时也会捕杀猴类。好，排名第4，狞猫。这个就比较凶猛了，它们分布在非洲的撒哈拉以南，是一种体型中等大小的猫，它的体长可达1米，体重将近40斤。狞猫的体格非常的健壮，犬齿也很长。最出色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你敢相信吗？这个家伙一跃而起可以达到惊人的4米，弹跳力极强。更过分的是，它竟然可以跳起来猎杀低空飞行中的鸟类，非常的强悍。除了这些，狞猫还可以长时间不喝水而持续存活，生命力特别的强。它的这些技能是多数猫科动物都不具备的。作为食肉动物，狞猫通常也是以一些啮齿类动物跟鸟类为食，不过它们依然可以猎杀比它体型大2到3倍的猎物。有时候羚羊、黑斑羚甚至鸵鸟都有可能成为狞猫的攻击目标。狞猫的速度和敏捷性非常的出色，只要猎物距离狞猫不超过5米，狞猫就可以迅速的对猎物一击致命。捕杀较大的猎物，比如羚羊，狞猫就会直接咬住羚羊的喉咙，直到猎物窒息；而像一些较小的猎物，狞猫就直接从脖子后面一口将猎物咬死。战斗力非常的强悍，在非洲，狞猫经常要与狐狸、狼、豹还有凶残的猎狗争夺猎物。其他的暂且不说，单单敢于跟猎狗周旋这一点，就已经彰显出狞猫出色的战斗力了。好，排名第3，金猫。金猫的种类有很多，比较出名的就是亚洲金猫。亚洲金猫极其的罕见，非常珍贵，它的头特别像小老虎。在中国古代，这种猫被称为彪，古人把它排列在虎豹之间。古人曾经用过龙虎彪豹排名。从古人对金猫的排列顺序，就不难看出这个家伙绝对算得上一个凶猛的中型猛兽，不然也不会把它跟虎豹联系在一起。金猫的体长可达 1.6 米，它们栖息在热带丛林中，它性情凶猛，攻击力极强。在中国广西，有些人将金猫称为黄虎。金猫的颜色有很多种，有金棕色、棕色、黑色，还有斑纹的。
它们主要以啮齿类、鸟类、小型鹿类为食，有时它们甚至可以猎杀水牛。从金猫的食谱中不难看出，这个家伙的攻击力可谓相当强悍，它们可以轻易地猎杀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如果在野外碰到一只成年的金猫，对人类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排名第二，猞猁，它是狼的噩梦。猞猁的体型像猫，却远大于猫。它的体长1米以上，肩高70厘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猞猁生性狡猾且凶猛，它们天生就是狼的克星。猞猁经常会去攻击狼的幼崽，它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孩子消灭未来的敌人。同样，狼也会去猎杀猞猁的幼崽。猞猁除了攻击狼的幼崽，即便是遇到成年野狼，猞猁也照干不误。1对1单挑的情况下，猞猁碾压野狼。即便是遇到一群狼，大多数情况下，狼也拿猞猁没办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狼不会爬树，而猞猁作为猫科动物，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躲避狼群的攻击。猞猁在灵活性与敏捷度上都要完胜狼。虽然狼的体型比猞猁大，看上去要比猞猁更凶猛，但是奈何人家猞猁天生就是猫科动物，从小就是个练武奇才，武功高强。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狼都打不过猞猁，换成北美灰狼的话就不一定了。如果体型对等的情况下，狼是没有任何机会战胜猞猁的。毕竟猫科与犬科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千万不要小看猞猁这种看上去体型不大的猫。像野猪、羚羊、狍子、赤狐、驯鹿，甚至是狼这些大型动物都在它的食谱里。对人类来说，猞猁也有可能是致命的。好，排名第一，黑足猫。你可能难以相信，这个平均体重还不到3斤的